不是差评吧？是差评，是差评，我们也有差评了。谢谢。我们第一个景点到啦！这个地方是我们卷帘门特有的，对，别的地方绝对见不到的景点。没错，来给我们讲讲吧。我们这个景点呢，主要就是，哎，圆儿，你刚才要跟大家说点什么？它这个卷帘一梦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，你们是不是不熟悉业务？我给你一个差评。不，熟悉我熟悉，别着急。我这么跟你们说吧，我们这个景点的名字叫做动画卷帘一梦。大家都知道啊，我们卷帘门是习武的圣地，每天都有很多精彩的事情发生，而这幅画就是我们卷帘门的精髓所在。每幅画都能让你们回忆到卷帘门以前的事情，而且每幅画都不一样哦。你们来过来看看来。哎，来，我们可以请画中的人物来解读一下。这个画你们要解释得太详细，我可能也听不进去。你们每个人依次解释一下，然后超过15个字和不足15个字可能都不太行哦。行，你来吧，伦儿。第一个你自己来。这幅画就是喝完酒之后的卷帘门更加美丽呀！哇，哎呦，你瞅瞅这个导游，还行还行。下一个，这幅画的名字是这样。差评，我还没说呢。看不下去了。一男一女练武术，正好是2个人。居然是5个字正好。你说了个废话文学，给你个差评。我数上来也是。下一步15个字，快。兄弟呀，想你了。你在那嘎达还好？你在那嘎达洗头没啊？哎，对，这算不算废话？这绝对不是废话，这是对这个镜头最好的诠释。看这小表情，这手上的潜台词，看什么？兄弟啊，想你了，你在那嘎达洗头没啊？闻着味儿了。哦，下一步。洗完头以后，2人又去洗了一个澡啊！三舅妈，你觉得这个故事有意思吗？感觉没有意思吧？特别有意思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大姑奶？大姑奶？哎，叫错了。三舅妈，你觉得这个故事有意思吗？带这团别轻易打招呼。来，下一步。我就说跟洗澡有关系吧。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，嗷嗷嗷嗷。还有俩字，再嗷2下。嗷嗷。对，嗷！你们有点太不行了，我们都快贴没了。有点牵强哈。我确实有点喜欢。下一个。没了。没了。哎，好，下一个景点。那我们去下一个景点吧。好，我带路。你是我们的导游。哎，你好啊，这是好，辛苦你们。网红导游因为服务最好而红的啊，可千万不能得到这个啊。对，你看我们一直在微笑。微笑没用，这包这么沉。我是干什么的？我就干这个的。妈，你是要背着吗？不要，妈，你要坐篓里啊？坐篓里吗？去哪儿啊？不要。我们现在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这儿最著名的一个景点，叫敖鹰。那咱们能见着那鹰了，老公。笑啊！注意你们的仪表。一直在笑。你这小伙儿，你笑怎么没声呢你？敖鹰啊，这就是景点敖鹰。
该就是鹰站的那柱子吧？那鹰呢？那鹰我就在那儿死了。死了。我们就冲着这个鳌鹰来的这个景点儿。海宝，你这样，海宝，我觉得哈，我们的服务就你们想看什么，我们一定有什么。我们看鹰啊，那只鹰走了，这只鹰来了。演的不像，我可要发差评了啊！海宝啊，微笑服务好不好？我们公司企业这么大的产业就靠你了。好嘞，好嘞。升职加薪全在这一鳌上。来吧，得找一个人跟他一起。升职加薪。得找一个人跟他一起。哦，得找人一起熬。对。那你们比赛吧。1、2，开始。微笑哪儿去了？不许眨眼啊！我都哭了。微笑啊，怎么还哭了呢？等会儿得说出故事啊！怎么看我还哭了呢？坚持就是胜利，马上就要有人失败了。哎，你这咋了？咋了吗？咋了？我看着了，淘汰一个啊！姐，你俩太牛了，你俩太牛了。继续啊！这个没哭，等会儿给差评啊！这俩真可以啊！可以，相当可以。被我发现了！不行了！你俩太牛了。不错啊！再给你们讲解啊，这个炼丹炉非常有故事的一颗炼丹炉。哦，他们来中国以后看到很多地方有这个龙的这个Dragon，哦，俄语很好啊。啊，можно тогда открыть？他说你说俄语非常好，又给你捡了一个。Tavalayçı。可以。为啥演？不然自己身上演？因为啥？他说你要是吗？不要接一个。这是中国的图腾。所以就是随处可见，全是文化。再给你们讲解啊，起码热情在这儿。哎呦，被贴满了。大明，贴。我还没说呢。贴，大明。你们好，公司业务很忙，很繁荣。接的本地团啊，国际团厉害。接的本地团啊，加油！Жди меня. Я вернусь. Только очень жди. Hello， 哎，这是我们公司的。还有外国人呢？有，我们这儿五湖四海。这是我们公司的业务员，业务非常优秀。你们这导游这是留的脏不呵呵的胡子，怎么这？你还说我呢？所以差评不多嘛？你看看，怎么跟我们客户说话？怎么有脸说我呢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有脸说我呢？怎么的？你不服是吧？我再给你来一个。你去天那，去天那。行了，咱们往这边走吧。走了。超越。Why？ 这个差评多。No why？ 他听不懂英文，他是俄罗斯人。为啥呢？
怎么的呢？这里走，这里走。驴在哪儿呢？驴在那块，是真的真驴。这头驴在宋朝的时候啊，можно на крейку？他说好像不大对。这是绕口令。我是啊，爱吃红鲤鱼与绿鲤鱼的驴，拉着爱喝自制榴莲牛奶的刘奶奶，遇见咬死山前44棵死色柿子树的44只石狮子之后，发现卷小绿家的红鲤鱼。可以了，我们的贴不够了。我念一下标题吧。驴。小来，给他们念一念。马虎，马虎。哎呦哎呦！爱吃红鲤鱼与绿鱼的驴，拉着爱喝自制榴莲牛奶奶的刘奶。行不错，可以，相当厉害，相当厉害。那我刚才编的那些，你岂不是都知道？哎，你太善良了，你才揭发我，才打我的脸。蒸蒸日上，展示吧。我就不展示这上面的招式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个我自己独创的招式。太想看了。我的招式叫爆炒牛蛙，爆炒牛蛙。Cool。哦，我最喜欢这个。多谢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旅游，我们在地方很开心，我们可以留个影、拍个照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来，我给你们照啊。您放心，我这个拍照技术啊特别一流啊，这个保证您发完微博这个点赞啊数量特别的高。来，1、2、3，嘿，好极了。辛苦了，阿姨，辛苦您了。谢谢，我知道。拜拜，下次再来哦。好，慢点啊！拜拜。我给你把这撕下来，后边有几个？后边有一个。这不用，这应该是远的。嗯，远的。不，那真是你的，我就仨。什么玩意儿？就是我的呀！你记住你，我就这仨，我就这仨，挺有意思哈。这样还行吧，我们几个应该还行。我们今天是不是旅游就到这儿了？到这儿了，到这儿了。整一身差评，还挺认真。哎呀，计算一下各位的差评吧。来吧，来吧。海经理是5个差评，5哪来的5个？你后面还有呢。艾总监是6个差评。我们投的差评最少的就是我们杨总监，好了不起啊！您获得了我们这次考核的第1名。其次呢，就是我们的郑业务员，哎，恭喜凯哥啊，获得我们这次业务考核的第2名。那么第3名呢，就是我们的常总监。这次考核呢，我们还仍然会有3个新的线索发给这3个获得人啊。我们先从第3名常总监开始。什么玩意儿？您呢，同时获得了一次调换职级的机会。来，让思思受个苦，腾哥跟思思调换一下吧。恭喜腾哥再次从业务员爬上了经理的位置，恭喜！
不错啊，圆儿。咱们请第2名，我们的郑业务员。哎，凯哥，我这还没粘呢。先别着急粘，别着急粘。啊，公开一下吧，大家帮你分析分析。啊，这送还给我了。我不换了。第1名的线索其实是最详细的一个线索，刚才的那2个都比较模糊。我提到了。哎呀，这么明显吗？那直接是答案吗？那个是吧？是不是腾哥又换回去了？不知道。你看你想怎么安排一下？我跟海宝换吧。哎，这里有事儿，这里有事儿。这里有事儿腾哥，这里有事儿，这绝对有事儿，这绝对有事儿，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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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事儿，这绝对有事儿。我对你好，你直接拿勾3换，往最底下换。我没有。然后凯哥说不换，这里绝对有问题。管你有没有问题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对你好，你还不知道。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，嘿，总监，呀，怎么了？这是我被人袭击了。这个袭击我这人还留了封信。哦，什么？欲练神功，必是业务员。我不换了。看我就说这里有问题，超越，怎么可能给我换个最高级别嘛？意外收获吗？腾哥，你可能离胜利，我跟你说，给你换走了。来，我们请3位业务员到这里来，再简短的进行一次就职。哎呀，总监、经理们好，好，我们愿意竭诚的为你们服务。服务是吧？来换一下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晚上能找到这本秘籍的，只有业务员才可以有这个资格。腾哥，你离胜利就差1步，让远哥还是……你看腾哥的表情，一脸不服，急死我了！当了一下午业务员啊，让人换走了，最后一轮给我换走了，被一晚上诓了。你说说，哎，咱们自由选择一下辅佐哪一位业务员，好不好？那我辅佐超越，来，好，哎呀，我得跟着丽姐，哎呀，还得是我俩。我辅佐你，腾哥。那行，我就来。这个是最清晰自己的位置。对。走这边走，听我的，大家都跟着我走啊！好嘞。你年轻，你可以慢一点。我要赶着上去做你们开心麻花的老板。张总，你听到了吗？张总，杨总慢一点儿。杨总带我们。我肯定到时候给你们待遇比他给的更好。哎呀，哎，张总，给我发200块钱红包呗。啊？哦，好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起义了啊！杨老板，哎呦，是谁？是谁在呜呜喧喧的影响我练功啊？是我们，你们是。你好，你好，这边左边，这边对。你好。人呢？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木桩子。几位？你好。你们有多少人呢？我们有10个。这样啊，我这个地方一次只能有1个队留下来，剩下的2个队伍可以先去我的师兄弟的地方寻找秘籍。
你那师兄弟是在屋里吗？还是外面？啊，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。你们那么不熟吗？你们自行可以选择一下，谁先留下来，在我这个地方。我们女生留在这儿吧。对，你们走啊。行，你们留这儿吧。走，咱们上去。这就是线索吗？师傅在临走之前告诉过我，会有有缘人来找我索要功夫秘籍的线索。但是我不能白帮你们这个忙。我正在练我的绝世武功，叫做听声辨位。大家看到我手里这个圈了吗？看到了。这里一共是12个圈。你们几位必须得用头接住我10个圈，你们就算过关，我就会把功夫秘籍告诉给你们。腾哥，那什么？他说必须得你们队在这儿。对，说我们还不行。他颜色不对。你这你快回来吧。我好像没有说过这个话呀。黄色才行。不是，这有啥客气的？这早说呗。对，走吧，咱们。走吧。啊！一会儿见啊，大师。这早干嘛了？他们。这么吃快跑！用头接，牛！哎呀，下一个别对不住了，大哥，对不住了。你们各位必须得用头接住我10个圈，就算过关。哎，谁能把我扶到我的位置上去？来，你的位置是哪？你的位置在？我的位置大概是在那个位置。好，我们完成了任务。你这个反应倒是很快啊，但是不能这样玩啊！来，准备。1、2，走。1、2，走。1、2，走。哎呦，厉害呀！1、2，走。1、2，走。1、2，走。1、2，那边儿。1、2，走。走你。这好疼啊！好，走。走。哇！请问有几个？咱们就丢了1个圈，反正他也看不见。一共12个圈，你丢了1个圈。对，我们丢了1个圈。不对吧？对，仿佛我听到了3个圈落地的声音。不是，它套上之后，它自己就掉下去了。对，掉地上了。对，我们可以给你看回放。好吧，那既然是如此，看来你们确实是我的有缘人。来，我来告诉你们秘籍的线索。是这样，这个院落地形非常复杂，你们必须得借助这个地图才能找到功夫的秘籍。但是这个地图，在你们所有人都能够摸得到的地方，你们可以去业务员办看一看。业务员办在哪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没错，啥也不知道啊。对。走，我们走。告辞。摸得到的地方。来，这是有一个吗？有。哎呦，你这儿有什么线索？我在给大伙儿做衣服呢，这不天儿不凉了吗？然后需要大家帮我去量5个人的头围。5个人？对，5个人。那先找我们仨，再找俩就好了吗？对，对吧？那赶紧先别让他们走远，别让他们走远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来，快跑！我两眼脑袋，站住！哎呦，我的腿！我这。为什么要量下脑袋还玩？我量下脑袋。哥，快点，哥。姐，你们先完成任务。姐，你们先完成任务。我不能投丽姐，刚才都是丽姐画。
我得跟着丽姐。哎，我腿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 59，行，好，先记一个59，再量一个。发力一瞬间，我倒是知道点儿，但是呢，需要你们派出来一个队长跟我对击铁砂掌。那儿呢，最美的。你是队长。铁砂掌的规矩呢是抽手背，谁先把我抽疼了叫出声，你们就算赢了。来吧，杨队长，来，你先抽我。你们都是带刺的玫瑰，扎手啊！太疼了，太疼了！这个演技真好。你别抖这包袱，你真是啊。这包袱没响，响了。线索就是呢，老掌门走之前呢，所有人的关系都是平等的。所有人穿的衣服也都是一样的。我记得这件衣服还是老掌门亲自缝制的，说不定会有什么线索和机密。那会儿吧，大家都是业务员，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。业务员就你仨其中的一个，就跟他们不一样的。你就知道这么多是吗？对。哎，腾哥来了啊！他们那组要来这块儿，你一定不能这么轻易就告诉了。真能躲呀！啊！这个小亭子会不会有什么找找去，线索？找找去，不会有线索，我觉得。有座吗？里边？没座，咱就不过去了吧？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吗？什么线索也没有，但是我找到了一把宝剑傍身。我找到了一把宝剑。他打开不会是一张地图吧？兄弟们，天色渐暗，万一这一路上出现什么妖魔鬼怪，就像他们。有什么线索了吗？我们只有个宝剑。给你买顶帽子，别给他量，别给他量。59。哎，咱们是不是也要到那做任务？哎，你宝剑怎么没杀了他呀？刚才。果然被你言中了。咱们量腾哥吧，腾哥反应慢。腾哥确实反应慢。哎，腾哥还没反应过来呢。好，59，好，完事了。我这儿啊，只有一个。哎呦，有客人来了，有客人来了。你先告诉我们。哎，那我说了，不就这个？对你只能跟我们说。凯哥不就听见了吗？你就跟我们说，你跟思思说。啊！咱们交换信息，我把那边的信息告诉你们。你这样你们可以省掉一个跑那边的地方。你先说吧。不，咱们公平好不好？你就这样吧，因为我们量完了，然后呢，你们把那个信息告诉我们，然后咱们一块儿听这个接下来的信息。可以，这样不完了吗？对吧？可以。行。重要的线索，在一个可以摸得到的地方。摸得到的地方，就是跟没说一样，但他确实就是这么说的。就是信息是这样啊，我们掌门人下山之前啊，来这儿做了套衣服，做衣服的时候呢，他就吐了个槽，就说现在啊，大家都太懒了，自己啊衣服破了都不补，全扔给业务员了。然后呢，我跟老掌门做衣服的时候，特别愿意用那个线头定位法。快点说。对，你们肯定都不知道吧？对，其实就是这些信息。然后老掌门一气之下吐完槽就走了。腾哥。好久不见，哥哥，干嘛？我这啥也不给量啊，啥也不给量，啥也不给量啊，不量。咱别扰乱人家，腾哥，向这边来，向这边来，不量。
不行，你过来，人不凉，不行，不凉，不行，不凉你。你再多说两句。就跟你说正经的，正事，说边上来，别打扰他们。对，来了，坐。咱们师傅走的时候有没有给你过什么提示啊？是这样，你去找沈腾，让他把这颗药丸吃下。你等会儿，把这个药丸吃下呢，你得从他那儿给我个反馈，他得告诉你这个药丸是什么味儿的。我需要从他嘴里得到这个药丸是酸字，但是你不能告诉他，这也太难了。这是酸字。这个让他吃就很难。而且你们只有10分钟。干什么？我给你个线索，咱线索共享。我们给你们个线索，你们帮我们个忙。行不行？什么忙？先说什么忙？大师说他练了70多年，练了这一颗，然后不让我们吃。 70多年前还没我呢，他给我练了一颗丹。对，而且前面76个人都吃完都走。都走。那你这话不应该这会儿说。啥线索？你先吃了吗？先说线索。不，先吃。我吃完我就走了。你看这个，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，给我们线索，一定给你吃了，告诉我这个感受，我一定给。不给是小狗，一定给。不给是小狗啊！不给我都不是人。那凯凯我吃了，吃吧，没事。我替你听。什么？好吃吗？你告诉我它的味道好不好吃？哎呀，腾哥味觉好使，不用提醒。我闻。什么味儿？别嚼我哥，你稍微慢一点。巧克力。不是什么味道？甜吗？有点甜。那还是辣吗？不辣。那还有点明那种，哎呀，这是那种什么感觉呢？藏在田里面还有一股什么味儿？蜜啊！不，还有一种，有时候嚼的那个味道。酸呢。谢谢哥哥。行了，快那个10分钟，走。你们俩是人吗？忘了。我们知道那线索就是他们仨这个衣服啊，就是有一个是长老走之前特制的。我知道只有这么多，就那一件啊，是和别人不一样的。走了，哥，谢谢啊。是吗？不是我的。谁撒的？谁撒？业务员，这我们都知道的线索吗？这不是？哎，你们4个真的是业务员的衣服不一样，那个人。对，业务员的身上的衣服不太一样，唯一不一样的就这个。我只能强调一个点。线头定位法，线头缝在衣服上的，面上没有，里边。要不辛苦您拖一下子，是不是这个？这没有方向。哎，线头。说了吗？说了。大师说了吗？说了。非常棒啊！我告诉你们线索啊，赶紧去。你们身上是不是都有一个传单？有啊，是吧？之前长老在的时候，天天让我们发传单。这个是传单。对，这个是传单。传单上，哎呀，不能再说了，传单很重要。传单很重要，说明这个消息就在传单里。哎，卷帘门度假风景区。哎，这是不是个地图啊？哇，走，是不是这块儿？是那箭头吗？我在想呢，卷，你看这个卷字是不是？有个大水缸，那个就门口那块儿吧。哎，这下边坐了个人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地图上的都是官，这蒙眼的就是他，这下眼和尚这，这是刚才那个帘子那儿。对，炼药的。来，给我看看，石狮在下边，这就是这块儿，看着没？你看啊，是这儿吗？狮子。想过我这一关，就要跟我比嗓门，好，可以。跟我比狮吼功。好，如果赢了我的话，我就会把我知道的告诉你们。好，这个呢是分贝器。好，谁的数大谁就赢了。行了。我们的通关密令是。卷帘门卷不卷？好吧。来吧。卷帘门卷不卷？卷帘门卷不卷？
122。嗯，来吧。卷帘门卷不卷？卷帘门卷不卷？127。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，好强！结果，当年这个老掌门呐，特别讨厌我练狮吼功，因为我会吵到他。每次出现的方位呢，都在东边。你先告诉我哪是北。姐已经找不到北了。上北下南左西右东。是往上。老掌门经常出现的位置是东边。太阳往那儿落了。西边呢是上北下南左西，那就是东边这边啊。我建议你们去东边找一找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帮助到你们的。那人来了。哎，8个眼儿，这是干嘛的？我是我们，你们也会在这儿同样浪费几分钟。走了。然后他给的信息跟前面的一样，是吧？不知道。可以听一听吧。你说吧，你直接说吧。我呢是这个掌门的狮吼总监，只有你就喊呗，喊得比你高就行了呗。哎，对，来开始吧，你喊，快喊！哇，好着急，快点来，快喊我。下边左西右东这边。走。哎，行了，不用了。走。哎呦，他们先走，你们先走。哎，你们走你们的。啊，哪还有做游戏的了呀？川儿姐呢？你去了吗？川儿姐在哪儿呢？最上面。川儿姐在最上面呢。那我肯定不去啊。那怎么了呢？你不去那儿，你就缺一个答案。对呀，你永远找不到。那你们是川儿姐那什么答案？你告诉我们不行？那哪行？那能行吗？你说告就告了啊。那我们只能下溜达了。我觉得你们得牵绊住他，因为只要他在，这个东西就能好使。所以你跟海银，你俩得想办法给他俩仨整住。祝你们好运啊！我们在这儿甩开灯。你看，这门一般都是往这儿开的。对，是不是就那个楼上啊？就咱们开始那个地儿。要他们开始分头找了。不是，他俩上厕所了。换消息。换说。你们量我头干什么？要凑够5个。要凑够5个。才能完成任务。完成任务之后呢？任务就完成了呀。你们找任务完成之后得到什么线索呢？你们没去大汉那儿啊？得着红卷去在那儿拿。什么叫红卷？拖延时间的吧？不是，你小心一点。不跟他玩了。不是，你薅我哟！我没薅你。你别老跟着我，我别走啊！姐，会不会是重要信息？哦，你说这个和这个是吗？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在一张老纸上。但是这个地图在你们所有人都能够摸得到的地方。我和老掌门做衣服的时候，特别愿意用那个线头定位法。哎，喂，你看，地图的大小和卷的大小刚好一致啊！会不会就在这儿？凯凯，你怎么突然发挂？怎么突然开挂了？是不是这儿啊？那肯定是这儿啊！这是什么地方？那我看不清啊！你看，哎，凯凯太聪明了。但是你小树林，那就这儿小树林，走，小树林。你4个方位都转过吗？这是正面啊，这应该是正面啊。你看这大小一模一样，这刚刚一样，没有这种巧合，是吧？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巧合？走。问题是小树林在哪儿呢？嗯，就在这不，你看看，再看看地图。我知道了啊，这不是那个湖吗？这不那个湖吗？对呀，湖旁边的小树林，有个小树林，湖的尽头，这是一片森林，这是那个小树林，就在那个十字路口这儿吧？这就是刚才咱们做的那个，是不是？走，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！师姐，等半天了，
你们来的正好。是吗？我在这儿已经数了30年的花瓣了啊，我的心已经冷若冰霜。30年前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因为翩翩公子，他与我在这林中舞剑，他像一个盖世英雄一样，他拔出了我这把宝剑。你们若是能够帮我找到此人，我便把秘籍的位置告诉你们。谁拔剑谁就是意中人呗，一人试一下呗，是吗？对，来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哎呀，意中人找着了，意中人出现了。不是这把剑，那是哪把剑？是这把。来，咱仨轮着试啊。我拔出来了，拔了就可以了。拔下来，哎，不能松手，差一点点。快了，掰一下出来了。手松了不算。我试试，我来。差一点儿。我直接从这儿接了啊。对，直接从这儿接。出来了。可以了。出来了吗？意中人。那我把秘籍的位置告诉你啊。好的。当时我在这儿数花瓣的时候，我记得老掌门那时候还在，然后他总在。谁？哎呦，他们找到 NPC 了。我怎么借机就把人领跑了？是这样的，那个时候老掌门还活着的时候，我总在这个亭子里数花瓣，然后我就看到老掌门总在那个院子里活动。那个院子，大院子。大院子吗？内院活动。卷帘门那个院子吗？就只能告诉你们到这儿。行，那去找去吧。但是我这个可重要了啊！走吧，就去院子里。那咱跑这一圈，感觉被玩了呀。敢问亭主，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线索呀？线索？我没有线索啊。没有线索，您刚才让他们拔那些剑什么的，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是因为我刚刚在找我的意中人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走。哎呀，不再找。再争你想不？你这一生要找几个意中人呢？咱们要不要重新再找一回？不能了。万一我们之中也有你的意中人呢？万一你想换掉那个意中人呢？你见到你之前的意中人之所以你称他为意中人，就是因为你见的人少。你是什么标准？你意中人是什么标准？意中人就是拔出我的宝剑，但是我的宝剑只能有一个人能拔出来。我们俩想试一试。那不行，不能再试了，剑只能使一次。可是我们最先拿到的剑啊，不是这把剑。我们3把剑，我们3个人都把剑拔出来了。那要不，那行。你看，给你们这个机会。你可快了，快了，拔那个快了，对，那不是更容易吗？我这个拔剑的时候有要求，就是2只手不能离开剑，然后去拔它。哦，那你来吧。那你的意中人，他不会是个长臂猿吧？哎呀，差一点！哎，这行，哥，你行，拿的方法要，我觉得这个意中人应该就是我。我看看，他不会是个长臂猿吧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怎么有2个意中人？很正常。我不光能拔出来，我还能把它搁进去呢。哎呦，太帅了！那是这样，那我把信息告诉你吧。行。是这样的，我在这儿数花瓣的时候，那时候老掌门他总会在那个院子里面活动。对，院子里。哪个院子？哪个院子里？你这里那么多院子。内院活动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哥，我相信他说的话。我也相信你。多谢。那意中人，您记得回来。再见。再见。别跟这数花瓣了，冷。好。这出现个人呢。
你看灯火通明。哎呦哎呦，快走！这附近了，这就内院啊。怎么了？他们已经找到了啊。这就是内院啊。你们好，我是擦地总监，请问是来寻找秘籍的吗？是是是。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练功如此，人生亦是如此。你们要想得到秘籍，首先过了我这关，在这块区域内，30秒内写出自己的名字，同时也可以擦掉对方的名字。30秒后留下名字最多的即为获胜。就混战呗。每组出一名代表。我来。来，姐姐，最棒！加油！那你来吧，你名字简单，本应你来。好，远哥来一回，来。3组预备，30秒倒计时开始。哎呦，我这笔怎么回事？哎，我怎么擦不掉啊？啊，他那名好写。30秒时间到，绝对第一。他那名儿也太好写了吧！压倒性，不是，这算连笔吧？这个有效，他的名儿连不了，艾伦的名儿连不了笔。1比1，那个算连笔。1比1比1，连笔。这个连笔不算。这都没写明白这个啊。嗯，这个肯定不算。草书看不出来。对。没了那边。这里被擦掉了一半。艾伦，你不会跑了一圈一个没写着好吧？你再好好找，我写了至少8个。这都看不出来谁是谁。这是长远，长远可以看出来，满地都是艾伦写的。长远2，玛丽、艾伦各1。接下来我宣布长远组获胜。谢谢谢谢。那你们过来，我告诉你们秘籍的线索吧。到这儿，思思。不共享吗？还跑那么远？老掌门常跟我说一句话：做人做事一定要脚踏实地。这是啥呀？这是啥？来吧，咱们资源共享一下吧，来吧，咱齐心合力吧。来，齐心合力吧。齐心合力，我感觉都未必。你们有啥资源？没啥资源，咱得到的都是一样的资源。大家挨个分析一下吧。师傅在临走之前留下了一张地图，你们必须得借助这个地图才能找到功夫的秘籍。你们身上是不是都有一个传单？有啊，传单很重要。老掌门走之前呢，所有人的关系都是平等的，所有人穿的衣服也都是一样的。这件衣服还是老掌门亲自缝制的。因为我跟老掌门做衣服的时候，特别愿意用那个线头定位法。没啥资源，咱得到的都是一样的资源。哎，你把你那撕给我看呀。你那衣服撕下来，我们看看。就有个点儿，给我看看。都有点儿，都有个点儿。我看看。这仨放就红的有3个点。这点儿一样吗？缝了个这，你说这跟什么呀？这真的挺离谱的，就给了个点儿。你分上下左右吗？哎，难受啊！不去了。你这个点儿放哪它都是个点儿。没有线索。
那个时候老掌门还活着的时候，我总在这个亭子里数花瓣，然后我就看到老掌门总在那个院子里活动。那个院子，练这个狮吼功的时候啊，经常吵到老掌门。老掌门呢，每次出现都在东方。咱要不要上去看一眼？行，咱们上去看看吧。啊，应该是这儿，他们都没上。如果是脚踏实地的，放鞋里了。他们工作人员怎么会这么难呢？上去了2趟，体力也累，然后脑力也累。走吧，去吧，去吧，你们上去屋里去，再找一番。去，我去见证，我去见证一下他们的成功。快！你们几个快去！我再琢磨，应该放哪儿了呢？哥，我陪你一块琢磨，你自己想太累了。艾伦来了，屋西头。超越，东边啊！西头，上北下南，这个外头，这卷轴在哪儿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里边嘛？你看外面有那些玩的东西，然后亭子，这一亭子。这不是这个影呗吗？影呗到头，影呗在这底下。你看，影呗的正对面。一条大河。我忽然觉得这个谁，当老板都没什么意思，不重要，人生重要的就是开心，这些虚名真的不在。早上，哎呀，南阳小学基础算术。荆轲酒宿有茶，会更加的。哎，这不错哎。你别看进去了，看进去了，不着了。你看在哪个最对？应该这样，你看，这不是这大门吗？大门，然后这是一棵树，对吧？对。大师，你选的地方不行啊。因为我只是一个扫地的，所以我知道的并不多。那你把你知道，你跟我们说说呗，晚上我请你吃饭。我既然是擦地总监，肯定是跟地有关系，然后再用动作提醒你们是一个成语，叫什么？哎，这是个啥呀？是一个成语线索，线索是一个成语。声东击西啊！这成语跟地有关系。地走地筋儿，走地筋儿，双脚落地，这叫成语，双脚落地。地动山摇，也不是。把它一左一右，但他刚才他又一起。土行孙者，是一个成语，是跟地有关系。走地儿鸡，这都是草啊！幸福的歌声传遍想哭哦，想哭，难受。脚踏实地。脚踏实地哦，脚踏实地有啥关系呢？跟那个秘籍啊，在缝里啊，在石头里，我不信，这么大个地，它还能撬开一个石头缝？拉倒吧！恭喜各位啊！咱们从白天啊找到了现在，终于听到了钟声，是哪一位敲响的钟声呀？你走啊！我们这队，超越。你怎么找到的？杨队，海宝找的，好像在哪儿找的？在
开始扒拉人门了是吗？想哭。哦，想哭，难受。脚踏实地，脚踏实地。借助地图才能找到秘籍。老掌门亲自缝制的线头定位法。老掌门呢，每次出现的方位呢，都在东边，都在东边。脚踏实地。哎，什么？快去敲钟。来了，我们早点下班吧。那你念念吧，秘籍是啥呀？来，我们队长念吧。你念吧。啊，都念不动了。那我念一下：卷帘门弟子亲启，见信如面。当你获得此信时，我心愿已成。多年远游，最终将门派托付于大有可为公司，设计此局，挑选德才兼备、脚踏实地之人，成为新任公司负责人，带领卷帘门从头开始。同时以此告诫众人，言至这么长，言至于此，我已继续远行，愿在你的带领下，卷帘门能真正实现蒸蒸日上。哎呀，太棒了！这个杨掌门，恭喜杨掌门，杨掌门，恭喜杨掌门呀！恭喜杨掌门成为我们卷帘门旅游公司的新任 CEO， 这是您的聘书啊。杨超越董事长。哎，年轻有为呀 CEO 啊，老板好！突然当上了老板了，我赶着上去做你们开心麻花的老板。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海。杨老板，感谢。杨老板，你也看到了啊，我们这个卷帘门旅游公司啊，从头到尾，这个组织结构是有点问题，它是个倒三角形，是领导太多，业务员一直都太少，是。所以您继任为这个新任的 CEO 之后啊，您有对这个结构有什么新的调整吗？那是当然有调整的了。哦，你看这是一个结构啊，你看后面这些都是您的员工，您希望把大家安排在什么样的位置上？哦，除了我们这组，都是业务员。算了，等会儿，还是给腾哥升上来。啊，给腾哥升上来了。啊，腾哥冥想受累啦。这孩子可善良了，这孩子善良。恭喜我们的杨 CEO！我都忘了这个综艺里还有个艾伦。哇！微笑服务好不好？我将竭诚为您服务。恭喜各位，我们这一集卷帘门的故事就此结束了。恭喜我们的杨超越成为这集游戏的最终胜者啊！这个小奖品就是你的纪念品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卷帘门，纯金24K， 纯金，哇哦！其实啊，各位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们，在我们今天游戏的过程中呢，有一个人非常的特别，他不是演员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特别的人就在我们身边？大家可以找一找。扫地。这位。扫地人。
是不是？蔡伦，我是不是说中了？没错，我们的艾伦公子找到了这个特别的素人朋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名篮球馆竞赛部 FOP 区域清洁员，也是从 CBA 擦到 CBA 全明星赛，擦到国家队，又擦到篮球世界杯的擦地哥孟非。咱们也别在这儿聊了，那么就上桌上凳，开聊。感谢擦地哥来参加我们这一期麻花特开心的卷帘门故事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哎，我特别想知道你做这个做了多少年？我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了9年。9年？那你是主业就是做这个吗？是一直是志愿者的岗位，没有任何酬劳的，并且我是在业余时间做的。那你专业的时间是在干嘛？我以前是在工厂里边拧螺丝，但是后来被北京一家科技公司老板看中，给我开20万年薪，我就到北京工作。再后来，非常有名的互联网公司把我们公司那个业务收购，我就到了互联网那个大厂，所以成为互联网大厂的第1名没有学历的员工。还是能人。那你就擦地做这个义工，你是不是喜欢篮球啊？我觉得更多的是通过擦地让我爱上了篮球。有我在的比赛，从不会出现因地面打滑导致球员摔倒和受伤的情况。所以看到那些我不在的赛场有球员因地面问题打滑或者受伤的时候，我的内心是非常难受的。所以呢，我是制定了一个目标，叫擦遍全国走向世界，并且现在去了全国的29个城市的200多场比赛擦地。哎呀，看看，当兵值得学习，值得学习。军人是吧？以前是，我曾经在特别优秀的暴风雨部队服役2年。我们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有6个第一：爆破攻坚第1法，诉苦教育第1课，攻克锦州第1险，解放海南第1船，北平入城第1师，抗美援朝第1仗。所以我们部队呢，就是有一种精神，就是永争第一的精神，就是敢于吃螃蟹的精神。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所以就是我干什么，我就是会冲到前面。我可能现在退役已经有9年时间，没有当时的状态，但是我内心的这口气一直在，这种信念一直在。能感觉出来。其实我不知道像擦地那种对技术上有什么要求吗？其实也没有什么技术的要求，擦干净，因为它就是我的本职工作，它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。在比赛过程中需要时刻的专注，对，细致，一定要细致。为什么我擦地是跪着擦？虽然说很多人说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却跪着擦地低人一等，但是我不觉得这么觉得。我觉得就是因为只有这样跪着擦才能擦得更干净啊，所以就是对自己总结了一套方法。就比如说这个毛巾是我擦地的毛巾，假如说那个位置有球员摔倒，我在不影响比赛进程的情况下，我会在6秒之内，把它擦干净，并且返回原位，并且还不能影响到比赛。也不是说像擦地哥说的没有技巧，还是有技巧，有技巧。所以说，擦地哥再次向我们展示了，无论是多么小的一个工作，只要脚踏实地的去做，就能做出成绩。你得热爱它。感谢感谢，我们最后感谢擦地哥来参与我们的麻花特开心，感谢谢谢擦地哥，辛苦了，谢谢。来，我们一起拍个合照吧，3、2、1，麻花特开心。